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继续分享官方的破烂啊，这我早就已经给它定义为破烂了。大卫啊，也是领袖纪元这个条线里面推出的合体金刚的其中一个。后边是大力神啊，但是大力神一个单体还没拿到了啊，还没出呢。然后就是这个混天豹啊，混天豹目前只看到了一个旋风，行吧，无所谓了。先玩这个能玩到的啊。这款目前这一批当中只推出了大卫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就是弹弓。目前咱们看这个，还有一款是空袭。我之前呢看这个宣传图的时候啊，就是在看这个，因为大卫这一套是用之前遗产系列的飞天虎啊，就是这个主体啊，那个银件啊，包括银件带的那个配件啊，其实是拿飞天虎那一套改出来的。第一个让我惊讶的就是官方对于配件合体这个方面已经自己说不是默认了，已经给了官方的肯定啊，代表示我自己也要用配件去合体。行吧，这个认可呢，算是以后做合体金刚啊，用配件是已经是根正苗红了，因为你官方都这么做，对吧？第三方也再没有什么顾忌。其次呢，就是看这个整套合体的这个方式，因为飞天虎那一套的这个合体的时候，这个两个胳膊就是这个抢劫和莽撞，对，抢劫和莽撞啊，两个胳膊上有一个打断的这个就是1分2啊，载具1分2的这么一个合体的模式啊，这是动画里也有的。但是呢，这一套大卫传承的这个模具改动下来之后，弹弓作为胳膊的一条啊，应该是右胳膊是右边的，看看。那说明书给的是右臂啊，然后呢，也继承下来这个分体的模式，也就是说弹弓可以腰斩。但是我看了看啊，因为大卫它有一个设定是可以手脚互换的，补充就是另外的一款，我们还没分享啊，后边也会玩。普通的那一款，就我没有找到它这个腰部的这个就是可以拔插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反正我没找到。也就换句话说呢，这套大卫的四肢呢，好像互换是不行的，只能用这个弹弓和这个飞火这两款作为手臂和右臂啊，空袭和这个普通的这两款作为这个手臂，互换不了，我感觉应该是啊，因为要互换的话，它的腰部应该是都可以腰斩这样分开的。反正我试了空袭那一款，我没有找到能够分开的那个关节啊，但是弹弓有。看个盒子吧，依旧是有这个透明塑封的啊，这侧面的立绘是大卫经过了合体形态，然后后边弹弓的官图，后边啊有这个还是这个插画啊，对，放到几个盒子放在一起。我看了看莽撞，那个之前的盒子，咱们之前分享的这个其他的英雄纪元的盒子，好像还不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凑。原来猜是几盒放在一起能凑到一起的，什么？好，盒子怎么拿去摆放了？来一个 D 级别的玩具啊！每回看到弹弓这颗头的时候，我都想笑啊，是一个秃子。而且呢，我记得有人看完这款之后还说啊，这个直接后面能重涂这个李德王。我觉得重涂李德王没有问题的，主要这两边还是加两个影子啊，就是像因为这颗头其实一直我感觉弹弓的这颗头的这个
灵感来源就是里的网啊，太像了。说明书依旧是这个风格，咱们看变形很简单啊，这个前这个起落架在后脑勺这儿啊，行吧，来给你做起落架就做好啊，依旧是这个单体的说明书啊，没有给这个总和的模式，总和模式但是也很简单，从这块能看出来啊，飞机的分体式，我想大无畏好像用不着这样吧。不太能理解，你虽然说是用飞天虎的那个模具去沿用下来，但是飞机你也这么搞，行吧，无所谓，官方的任性嘛。手臂咱放上来，握枪有2种方式啊，握在拳头手里和侧面啊都可以。这个武器呢，咱们给它拆了。这回这2款的变形啊。弹弓相对来说还有点意思，就尤其上半身的这个收纳等等啊，还有点意思。下半身就是完全的合体战争，而且这个目前的这2款 D 级别的这个大无畏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合体战争重出江湖。换句话说，合体战争可以再战20年。真的花的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啊，要比当年的合体战争要贵很多很多。结果。只是在造型上给你做的更接近G1动画，仅此而已啊！因为合体战争里我记得大无畏美版里面还没有弹弓，我记得是阿尔法那个直升机，弹弓呢后来是美版单独给做了一个挂卡啊，然后日版的 UW 系列里面那一套里面给了弹弓啊，做的还并不像G1，这个是直接按照G1的这个造型，起码是腰部以上是按照那个做的。咱们看看它载具怎么样吧啊！好，首先胳膊旋转180度，给它叠起来，叠成这样啊，转过来，叠好啊。然后后背包打开，机头啊，弹弓变的是鹞式的战斗机啊。然后这个上面顺这个关节往上推进去，里面有个凸。对凹，对准，给它扣上。好，然后再把整个的这个机头这个地方连成头雕这块，上面2个卡扣，对准，扣好。先起落架，这是机头的前半部分。这是最有意思的一块啊，下半部分就是合体战争了啊。然后你看这整个的机翼后边这个大脚板，超大脚后跟啊。好，咱们给它搬过来之后，合上。然后呢，前面打开。为什么说合体战争可以再战30年啊，20年啊？你看这个模具啊。你就能感觉出来，合上，左右的卡扣对准，扣上去，扣好，好，然后这2侧往上一扣，背后的小尾翼扣好，两边的卡扣咱们给它扣上，好。2把枪啊，直接插到这个机翼底下。说实话啊，大无畏的每个单体飞机下面挂尸体来，按这种衡量标准来看的话，这个弹弓还算可以啊。这个飞机的这个造型啊，包括薄厚的程度，虽然说跟真实的机型是没法比的，但是这个薄厚程度已经，我觉得已经算是可接受的范围，而且隐藏的就是整个飞机变到人形啊。隐藏人形的一些个地方，其实隐藏的很好。你不仔细看，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个底下的这个人形的一些地方，除了胸口这个地方有点若隐若现啊。剩下的包括脚底板跟它后面都搭到了一起，也行吧，也算他尽力了吧。
虽然说机头看着这块有点方啊，然后它的这个组合形态啊，说不出啊，因为没有画啊，在这块推进去。我的感觉啊，反正我找了找，因为我知道它是能分体嘛，它分体肯定就像之前飞天虎的单体有一个这个关节呀，一些个地方啊，哪有开关，我摁了这些地方没找到，但是呢，我觉得直接拔也可以啊，地方直接拔也能拔，但是需要用很大的力啊，但是我只能镜头外面去给它拔出来啊，从这个地方咱们稍等一下啊。好，1001年那是飞机在空中解体啊，坠毁的样子。这就是它的组合形态啊。当然，这个翅膀如果组合形态的时候也得立起来，包括这个地方啊，一上一下。反正我的感觉应该，它的里边这里吧，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横向这个图它是有有这个弹簧的，但是开关是在这里，刚找，虽然说生拔也能拔出来啊，但是容易其实损玩具。这里啊，刚找到是在这儿。之前没太注意到说那个开关，还在后背去什么？开关找到了啊，在这里顶住这个开关就能给它直接分开，当然你直接拔也没问题啊。这个官方的料子还是过得去的。它里面有一个卡扣啊，就直接是这个样，它等于组合形态上面有着凸啊，跟这个地方然后分开之后挂在胳膊上是这样。而且呢，之前二胖爷还试过啊，因为他那个也到了。试过完之后呢，他反馈过来的信息跟我说，他想用这个飞天虎的那个单体啊去挂这个手臂，但是很可惜，它这个手臂这些地方的插孔啊，跟这个地方跟飞天虎的不兼容，也就是说你必须等到银件那个核带那个配件出来啊，跟那个一起去合体啊。官方的这个想法啊，何其狠毒啊！你想用这个飞天虎那个主体想代替，想不买，不可能，没得可能。行吧，还是官方你牛逼啊！骚套路一堆啊，让你绑定也得把最后这几个单体都得买完，行，无所谓。其实他不用这么搞也可以啊，但这个想买的话啊，都会买，不会差的啊，还是。太小看了变形金刚这个圈子迷友们的购买力啊！觉得它担心是多余的。行吧，这款弹弓咱们就简单的分享到这儿啊。后续还有一些新玩具，我也在尽量的抽出时间跟大家做玩具的分享，也尽快把时间赶过来。